皇帝跟他的白月光大婚时，我孤零零地在冷宫里咽了气，所有人都试不出我的呼吸，却不知道我是唯一的闭气功传人。皇帝在我的墓前痛哭失声，我却已经跑到了塞外，在酒楼里大吃大喝，顺便摸西域小郎君的腹肌。日子本该这样愉快地过下去，直到有天地震把皇陵震塌了，皇帝发现我的棺材里装了一堆烂土豆。那日天子动怒，立志掘地3尺，也要把我找出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楚齐安和宋书即将大婚的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在冷宫吃一碗馊了的冷饭。我的宫女银翘心疼我，冲着来送饭的太监道：“我们娘娘只是被禁足，吃食用度上还是贵妃。”太监冷笑：“你知道是贵妃就好，贵妃上面还有皇后，奴才也只是听皇后之命行事。”银翘气红了眼，他知道是宋书在刻意折磨我。可是全宫上下没人敢说什么，谁都知道宋书那个刚入宫没多久的美丽女子，是楚齐安10几年来的白月光。人人都说她心慈貌美，如同神女下凡，纤尘不染。连这个送饭的太监都偏帮着她。娘娘，你下毒谋害皇后，皇后还留你一命，已经十分仁善了。银翘急道：“我们娘娘是被冤枉的。”我按住她，示意不必多说。楚齐安都不信我，跟这个太监说有什么用？太监不屑地撇撇嘴，离开了。我听到外面有侍卫在闲聊，说楚齐安对宋书如何宠爱，婚礼的排场是如何盛大。小声点，别被里面这位听见了。听见也没事，他仗着跟了皇上几年，就敢毒害皇后，皇上不会允许他活着离开冷宫的。嘈杂的议论声中，我自顾自地在床上盘起腿，闭上眼睛，开始练习呼吸吐纳。银翘帮我端了洗漱的水进来，一眼看到我这样，有些担心。他凑上前来，小声问：“娘娘是在练功？”我闭着眼睛，缓缓点头。银翘更加不放心了，他咬了咬嘴唇：“娘娘，你是不是想逃出去？奴婢知道娘娘有功夫在身，可这宫城内有侍卫把守，外有禁军巡逻，就算是绝世高手也不可能逃得出去。”我睁开眼，呼吸沉入丹田。银翘不知道，我练的是闭气功。我叫江颂，是世间唯一的闭气功传人。4岁那年，我还是个孤儿，跟野狗在街头抢半块红薯，抢赢后就遇到我师父。我师父是个胖墩墩的小老头，他说我根骨清奇，问我愿不愿意成为他的弟子。我问他，做你的弟子有烤红薯吃吗？师父说有。就这样，我加入了我师父的门派。我们门派一共有3个活物，我师父，我，还有一只老乌龟。据说这老乌龟已经活了1万年，而我们练功的方法就是盯着万年龟，缓慢呼吸。想象自己是这只龟，100年不用呼吸，1000年不用吃喝，1万年不用动卧，这就是龟息功。而龟息功练到极致，就是闭气功。因为呼吸太过缓慢，所以约等于无。闭气时，我们就犹如进入了冬眠，不吃不喝不呼吸，新陈代谢慢到不可思议。15岁那年，我出师了，功夫大成，犹在我师父之上。但很快我发现，出师似乎并没什么用。人家的功夫练成了，可以一剑开天门；我们的功夫练成了，可以特别像乌龟。糟老头子坏得很，我觉得我被他骗了，11年来练了个寂寞。但师父并没给我质问他的机会。他通过写信爱上了远方的一个老寡妇笔友，千里迢迢地跟人家黄昏恋奔现去了。至于我，他认为我功夫大成，已经可以自力更生了。就这样，15岁的我再一次流落街头。好在我师父人缘不错，江湖上其他门派的叔叔姑姑们轮流投喂我。我今天在峨眉派学2天剑法，明日在霸刀门耍3天大刀，就这么一路晃悠。晃悠着，我就遇到了楚齐安。楚齐安当年还不是皇帝，是不得宠的六皇子。他微服在酒楼里出访，结果遇上了太子派来的刺客。眼看着刺客就要一刀捅穿楚齐安的心口，我使了个在峨眉派学的披挂掌。运气不错，刺客被我打得吐出一口血，随后被赶来的侍卫们制服。楚齐安向我拱手，多谢女侠救命之恩。我从被打翻的菜里摸了个鸡腿吃，光用嘴谢，不得给点银子。楚齐安笑了，
他向我伸出手，你愿意进王府跟着我吗？我问，跟着你有鸡腿吃吗？楚奇安说，有。就这样，我跟着楚奇安进了王府。各位应该已经发现了，我这人没出息，老是为了点吃的跳进火坑。我从进王府的第一天起，就听到下人们议论，这模样长得好像宋家大小姐宋淑。哎，宋大小姐已经远嫁北安王3年了，殿下竟然还是放不下她。可不是吗？书房最里面的架子上还挂着宋大小姐的画像呢。他们很快发现我听到了，不敢再多嘴，匆匆散去。我耸耸肩，这有什么的？不就是替身梗吗？我当初穷的时候跟着一个说书先生游走过江湖，看过好多画本子，这梗我熟。而且我不在乎。我在楚奇安的书房里见到了那幅宋书的画像，画面中的少女一身绿罗裙，清秀绝伦，的确是美极了。我像她又怎样？普天之下，美女总是相似的。于是之后，楚奇安送来了绿罗裙让我穿，我立刻穿上。他让我学琴棋书画，我立刻学，但学得很糊弄。直到那天，在暖阁里，楚奇安喝了许多酒，吻了我。我看着他，玄色长袍，墨发披散，剑眉秀目，靠近时身上有清冷的梅花香。他抱住我，我能感受到他灼热的体温，以及结实的胸膛和精窄的腰。我颤抖着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江宋，你何德何能吃得这么好？楚奇安不知道我的颤抖是因为兴奋，他以为我害怕，将我抱上暖榻，他轻声在我耳边说，别怕，我会疼你。然后他凝视着我的脸，半晌伸手熄灭了床前的烛灯。其实皇子们即便没娶妻，有个通房丫头也正常，但楚奇安他竟然是第一次。没人能想象平日里冷淡矜持的六皇子，在撕开那月白衫子后有多反差。我被折腾到天亮时才睡，后来只要楚奇安来我房里，天亮才能睡就成了常态。楚奇安对我真的很好，宫里赐了金贵的荔枝，每个皇子都只有1盘，我狼吞虎咽地吃完，才发现一个也没给楚奇安留。楚奇安却只是笑着摸摸我的头。我记住了，阿宋爱吃甜的。从那以后，但凡有好吃的甜食水果，楚奇安都会第一个想着我。其他的吃穿用度更是从来没缺过我。他说，阿宋，王府里没别的女人，银子都是给你花的。于是我真没客气，开始大手大脚地接济我的穷兄弟们。要知道，武林中人看似威风，实则穷得一匹。而楚奇安哪怕是所有皇子中最不受宠的一位，那也是滔天富贵。楚奇安发话后，所有江湖的穷弟兄们找我借钱，我全都慷慨大方。张大侠的母亲生了重病，不要紧，我给请名医，再雇8个丫鬟伺候老太太。玉清宫的女弟子没钱做冬衣，不要紧，我当场甩出1厚沓银票给裁缝铺，顺便再为姐姐妹妹们每人打1套首饰。飞鹰山庄的楼塌了，不要紧，我出钱，咱再盖个10座8座。我大笔支出，楚奇安也从不过问。他对管家说，只要阿宋能笑一笑，花多少银子无所谓的。师傅教我，收人钱财就得好好交差。我花了楚奇安这么多钱，自然得贡献点价值。于是得知太子和奸相合谋，又要杀楚奇安时，我埋伏在奸相家的莲花缸里1天1夜，泡得我人都肿了，总算成功刺杀了对方。后来宫变之日，太子引兵围了王府，万箭齐发之际，我护着楚奇安杀了出去，后背中了3箭，才护得楚奇安毫发无伤。累死累活，总算把楚奇安搞上了皇位。我以为至少可以过段安生享福的日子了，结果宋书就回来了。其实楚奇安喜欢宋书，当年在京城里根本不是秘密，只不过当初楚奇安只不过是个不受宠的庶出皇子，所以没人在乎他罢了。如今不同，楚奇安已经是皇帝了。娶了宋书的北安王日夜战战兢兢，生怕夺妻之恨惹恼皇上，于是赶紧写了和离书，把宋书送了回来。宋书入宫第1天就来看了我，她比画像上更美，一身无绿色软烟罗叶地裙，清丽出尘。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封了贵妃，皇后之位空悬。宋书回宫后虽然还没名分，但人人都知道楚奇安爱了她10几年，
如今终于得到了他，所以他一定是后位的不二人选。宋叔自己显然也清楚这一点，于是在见我的第一面，他就没有对我行任何礼，只是笑着说：“啊，你果然长得很像我。”齐安身边的工人说，他每次和你在一起都要熄灭床头的烛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光线昏暗的时候，你会显得更像我。啊，对啦，你也穿了无绿色的裙子。宋叔瞧了我一眼，漫不经心地笑，可惜啦，画虎中类犬，你穿的没有我好看呢。我点头，懂了，宋姑娘喜欢绿色，刚好我有礼物送你。什么礼物？我拍了拍手，银桥应声而出，呈上了一顶绿帽子。那一日，宋叔那张美丽的小脸漆成了猪肝色，他回去给楚奇安告了一状。当晚，楚奇安来找我，我头一次看到他的脸色那么难看。楚奇安说：“你刁难舒儿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好心好意送他礼物，还挑了他最喜欢的颜色。”楚奇安气结。从那之后，他就没再来过我宫里。曾经楚奇安得了什么好宝贝，都会第一时间送给我，但现在无论是江南进贡的荔枝，还是西域线上的鹦鹉，各种珍奇异宝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宋叔那里。就连有一次，银翘去御膳房拿我的冰糖燕窝汤，也被厨子为难地告知：“姑娘，对不住，最近宫中血燕紧俏，皇上说宋叔姑娘身子虚，先紧着给她。”宋叔连我最喜欢的甜食都抢了，但他似乎还是觉得不够。一次在御花园相遇时，他指着我腰间的玉佩：“贵妃的气质与这玉佩不搭，不如给了我如何？”我不同意。那玉佩很贵，翡翠为底，外面用金子雕了竹枝做点缀。但我不给宋叔，不是因为这玉佩贵，而是因为它是楚奇安送我的第一个礼物。后来在宫变中，我带着它陪楚奇安出生入死过。我越不给，宋叔越想要，争执之间，楚奇安来了。宋叔立刻跪下：“贵妃娘娘，是臣女僭越了，臣女不过是从未见过这样美的玉佩，多看了2眼。”他杏眸湿润，颊边挂着一滴泪，我见犹怜。楚奇安皱了皱眉，他急步上前，将宋叔扶起来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宋叔哭了：“皇上，我真的只是看到这玉佩，心里无比喜欢，所以不由得一直盯着看。但贵妃娘娘就说我觊觎这玉佩，莫不是想要逼她送我？”宋叔望向我：“娘娘，臣女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”我叹气：“宋叔如果去演戏，应当已是梨园一绝。”楚奇安的面色沉了下来，他看了看那玉佩，对我说：“贵妃，一块玉佩罢了，你给说。”他不记得这是他送我的初见礼了。宋叔站在楚奇安身后，对我勾起唇，露出一个得意的笑。我装作看不见他，淡淡道：“凭什么？楚奇安还要跟我讲道理？贵妃，你跟了朕这么多年，世上的好东西你应有尽有。舒儿不同，他在北地这些年受了许多苦，他也不是爱金玉之人，旁的东西他大多没什么兴趣，好不容易有个这么喜欢的东西，你让他不行吗？反正你宫里这样的玉佩成千上万。”我静静地听楚奇安说完，笑了笑：“这样啊。”随后我拿起玉佩，扔进了旁边的池子里。他喜欢什么，皇上给他就是，但我的东西只能由我自己处置。据说那夜我吓到了宋叔，他回去后就积忧成疾，一病不起，流水的汤药灌下去，病情始终不见好，直到后来查出汤药里有慢性毒，被揪出的工人战战兢兢地叩头，供出了幕后主使：“是江贵妃让我们这么做的。”而那时宋叔已经有了身孕，孩子因此没保住，他跌跌撞撞地扑进我宫里，抱着一个空襁褓哭泣：“娘娘，你可以嫉妒我得到了皇上的心，但孩子总是无辜的。”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他就昏倒在了地上。楚奇安在随后赶来，他扶起宋叔，宋叔靠在他的怀里，面色苍白的哭像一具美丽又脆弱的瓷器，仿佛下一瞬就会碎掉。楚奇安看向我，他轻声道：“江宋，你没资格嫉妒舒儿的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这么多年来对你好都是因为他。”说完，楚奇安抱着宋叔转身离开。他走后，那一晚的晚膳，
我吃了3盘樱桃肉，2块烤羊排，5只炸乳鸽，7碗糖蒸酥酪。银翘不停地帮我拍打后背，娘娘，你慢点吃。不行，吃慢了的话，我的眼泪就会掉下来。我对银翘说，你也吃，不然之后可能没机会了。我猜的没错。第2日，圣旨到了，我下毒谋害宋叔，罪名落定，包去贵妃服制，打入冷宫。冷宫中，我有了许多时间回忆过去。我想起了师傅说的话，他说，人啊，身在局外都清醒，入了局都糊涂。我跟了楚奇安7年，以为自己清醒，但到底还是入了局。情爱是天下最厉害的局，师傅被困住，抛家舍业的跟美艳寡妇奔现去了。我也被困住，不知不觉间对无情帝王动了真心。但师傅也教我，人犯了错，什么时候想改都不晚。我头一次发现师傅真是伟大，他教了我世间最正确的道理，还传授了我世间最有用的功夫。这一夜，我静静的吐纳，体会着呼吸越来越慢，身体如沉入水流。远处是楚奇安和宋叔大婚的声音，鞭炮不知放了几百几千响，喜气几乎要一路溢到这冷宫里来。银翘坐在我旁边，冷宫里炭火不够，他心疼地揉着我冻红的手。我帮他擦掉眼泪，别哭，银翘，咱们马上就能自由了。对啦，你知不知道，贵妃如果下葬，陪葬品都有什么？那日我虽然被剥去服制，但名分还在。银翘立刻皱起眉头，娘娘说什么胡话呢？快呸呸呸！哎呀，我就问问，主打一个纯好奇吗？银翘掰着指头道，那可多了，就说先帝的刘贵妃吧，有金镶东珠耳环，珊瑚18子手串，镀金蕾丝凤垫，青金松石项链。我在心里算了算，不错，别说下半辈子衣食无忧，就是挥霍8辈子也花不完。万恶的狗皇帝，宁肯把这些钱埋在坟地里，都不给俺们老百姓花，没良心。趁着银翘去院子里取衣服，我又做了几件事。等银翘回来，已经万事俱备。他服侍着我就寝，我状若不经意道，对了，枕头底下我留了封信，皇帝如果来看我，你就帮我交给他，别忘了。银翘犹豫了一下，他其实知道楚奇安和宋叔刚刚大婚，怕是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来看我了，但他害怕我心情不好，于是安慰我说，奴婢记住了，娘娘放心。我闭上了眼睛，黑暗将我包围，呼吸越来越慢，血液的流速也越来越慢。我感觉我的身体一点点凉了下去，先是手和脚，接着顺着四肢往上走，最后是心脏。心脏的节拍越来越慢，直到终于不跳了。很好，也算是还了这些年来我见楚奇安时他多跳的那些拍。楚奇安应该正在和宋叔洞房花烛吧？这一次他终于不用再刻意熄灭蜡烛了。第2日清晨，人人都见证了新婚帝后的恩爱。楚奇安陪着宋叔坐在凤仪宫里，这是宋叔成为皇后的第1天。按规矩，所有的宫妃都应该来向他请安，但楚奇安没有别的妃嫔，唯一的妃子是那个已经被打入冷宫的贵妃江宋。宋叔挽着楚奇安的手臂，温柔道，江贵妃还是贵妃，不如让她也来请安吧。楚奇安的眸色暗了暗，他冷淡道，他下毒害你，已被打入冷宫，你还有什么必要见他？宋叔柔声道，江妹妹也是一时糊涂，再说了，说如今终于嫁给了你，想得到所有人的祝福。楚奇安转过头，看着宋叔美丽的脸，良久，他微微叹了口气，你开心就好。他转头对太监道，带江贵妃来。宋叔坐在椅子上，嘴角是一抹淡淡的笑意。等江宋真的来了，见证自己和楚奇安恩爱无比的模样，自己才算真的赢了。可太监这一去就去了很久，将近半个时辰过去，太监才脸色苍白的回来。他跪在地上，瑟瑟发抖，良久才用颤抖的喉咙吐出几个字，江贵妃没了。有碎裂声在大殿内响起，是楚奇安手中的茶杯猛地落地。大殿里安静了很久，片刻后，楚奇安笑了起来，他指着那通报的小太监，朕懂了，是江宋让你这么禀报的吧？在王府里待了这么多年，依然这么不懂规矩，这种玩笑也敢开？他不就是想让朕去看他吗？耍这种小孩子脾气，真是朕之前太宽纵他了。
小太监抬起头，他不敢再说话了，只有一张脸死白死白，脸上都是惊恐的泪痕。楚奇安看着小太监的表情，他渐渐的笑不出来了，缓慢的起身，他低声道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小太监伏地叩头，千真万确。江贵妃早上被发现时，身子都凉了。皇上，宋叔发出一声惊呼，因为他看到楚奇安的身形猛地摇晃了一下，几乎要摔倒在地。我终于还是等来了楚奇安。小太监悠长的声音响起：“皇上驾到。”然而迟迟不见有人进来。楚奇安一直站在门口。银桥肿着2个核桃似的眼睛，冷冷道：“皇上要进来便进来，有什么不敢看的？娘娘生前那么爱你，她就是变成鬼了，也不会伤害你的。”这句话像是一击重击，打在了楚奇安的后脑，他的身形再次摇晃了一下，脸上血色尽退。宋叔连忙扶住他：“皇上。”楚奇安甩开了宋叔的手，他走进来，来到我身边。“阿宋。”他低声说。往日里，他只要这么叫我，我都会高高兴兴地回应：“哎。”但这一次，我没法回应楚奇安了。“阿宋。”楚奇安仍然在执拗地喊我：“你不可能死的，你那么健康，那么快活。”旁边太医为我做了检查，轻声对楚奇安道：“皇上，贵妃大概是死于旧伤发作，她的后背有3处剑伤，左肩还挨过一掌，那一掌离心脏很近。”楚奇安愣住了，他知道这些伤是怎么来的。后背的剑伤是在护他夺嫡时挡的，左肩是在刺杀奸相时挨了对方手下护卫的一掌。楚奇安耐时问我痛不痛，我一边啃鸡腿一边摇头：“不痛，不痛，你看我现在吃嘛嘛香，身体倍儿棒。”其实怎么会不痛呢？只不过是我不习惯说罢了。旧伤缠身，又积郁成疾，微臣斗胆猜测，江贵妃是死于心脉衰竭。楚奇安垂眸望着我，他伸出手，似乎想要触摸我的脸。是朕害死了他。但楚奇安并没能说什么。银翘站起身来，挡在我身前，尸身不及，为了龙体安康，皇上还是不要接触了。他护在我的尸身前，不让楚奇安碰我。楚奇安的脸再度白了白，他知道银翘恨他，连银翘都这样恨他，更别说。他哑声道：“阿宋离开前是不是很怨朕？”银翘沉默，娘娘没有提。他拿出一封信，脸色冷淡：“这是娘娘留给皇上的，皇上自己看吧。”楚奇安平退了所有人，他独自坐在冷宫里，坐在我的尸体旁，展开了那封信。皑如天山雪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2意，故来相决绝。是白头吟，诗歌很长。然而第1页信纸上只写了这4句就没有了。楚奇安翻到第2张信纸：“对不起，后面的实在忘了怎么背了。我还是有啥说啥吧。楚奇安，我喜欢你，也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没关系，谢谢你这些年来对我好。我知道自己活不了了，于是留下这封信，再跟你说2句。湖东有块黑色巨石，我老在上面睡觉，每次躺在上面都特别安心，所以希望你把它跟我埋在一起，让我一直睡在上面。我在宫里除了你也不太认识别人，只有银翘一直陪着我，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。希望你多给他点银子，然后送他出宫，毕竟你应该也知道这个狗屁皇宫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唉，其实我也放心不下你的，以后就没有我替你打架，替你杀人了。我不能保护你的日子里，你要自己保护自己，好好做皇帝，别惹那么多仇人。以后就不再见了。江宋。楚奇安看完了我的信，室内很安静，只能听到他的呼吸声。突然，有滚热的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我的脸上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楚奇安哭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。为什么哭呢？明明是他自己说的，他爱宋叔，对我好也只是因为我像宋叔。不爱的人死了，也会这么伤心吗？我不懂，师傅也没教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太监进来通报：“皇上，皇后娘娘突发心悸，晕过去了。”楚奇安站了起来，他脸上的泪痕已经干了，看着又是平日里冷淡的样子。知道了，朕这就过去。看啊，哪怕我死了让楚奇安有点难过，他也仍然会去陪宋叔。幸好我再也不在意了。
我的尸体停放在皇室宗祠，择日下葬。银翘为我守灵，他哭晕过去好几次，我很心疼，好几次都想从棺材里坐起来安慰他，但我不能。银翘是个脾气急藏不住似的，为了后半辈子的大计，我只能先委屈他。楚奇安没有来看过我，但他遵了我最后的心愿，将湖东的黑色巨石搬来，让我躺在上面下葬。封棺下葬那一日，楚奇安和宋叔一起来了。楚奇安一直表现得很平静，直到有宫女怯生生地向宋叔呈上一枚东西。皇后娘娘，这是从莲花池里捞出来的，好像是您之前想要的。那是一枚玉佩，翡翠为底，上面缀着黄金雕刻的竹节，是我戴了很多年，然后扔进莲花池的。宋叔低声斥道：“什么晦气玩意儿，不要！”他想把那枚玉佩随手扔掉，楚奇安却突然道：“拿过来。”也不知怎么地，翡翠外面的金色外饰在交到楚奇安手里的那一刻，突然脱落了。于是那枚玉佩分为了好几节，从边缘处来看，已经碎了很久了。楚奇安一怔，断玉。要知道，玉能为主人挡灾，但碎了的玉是不祥的，反而还会引灾。我宫里有那么多奇珍异宝，怎么会把一块碎了的玉带在身上？银桥红着眼睛道：“娘娘告诉过我，这枚玉佩是你第一次见她时送的。”楚奇安愣住了。他带着这块玉佩护皇上夺嫡时，太子的手下射了一箭，是这块玉佩挡了一下，玉佩也因此碎了。娘娘找了工匠，用金子打了一个外壳，才将玉佩拼起来。他说，带着这块玉佩，凶事都可以找他，福气都留给皇上。他爱皇上，所以心甘情愿为皇上挡灾。棺木突然掀开了，人声嘈杂，有太监宫女的阻拦声，有宋叔的哭叫声。楚奇安在喊我的名字：“阿宋，阿宋，朕来了，朕来陪着你。”他像是疯了，双眸血红，挣扎着要躺进棺木。宋叔大喊：“还不快将皇上拉走！”一片混乱，最终楚奇安被工人们强行拉走了。棺木被封上，葬入地下。良久，我渐渐恢复了呼吸，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棺材里成堆的金银珠宝，差点闪瞎我的眼。我知道陪葬品会很多，没想到这么多，当场高兴的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此刻我终于恢复了呼吸，然而棺材里的空气是有限的，上面已经被厚厚的泥土封住，哪怕是绝世高手也很难打开。但没关系，我带了帮手。嘿，老伙计！我敲敲黑色巨石，片刻后，黑色巨石伸出了一个头和4只脚，外加一条尾巴。没错，他就是我们碧气宫门派的创始人，我师父的师祖的师祖的师祖万年龟。他缓慢地顶开了棺材板，然后继续顶开了上层的泥土。新鲜的空气涌入，我对着天空快乐地伸直手臂，俺终于自由了。3年后，人人都知道，边塞的酒楼里多了一位美丽的富婆，英俊的少年们都想得到她的青睐。显然，那位富婆就是我。此刻，8位俊俏小郎君在我面前一字排开，正在各展所长，试图赢得我的芳心。第一位当场吟诗，洋洋洒洒地抒发对我的情意；第二位随手泼墨，以丹青绘下我的美貌；第3位弹奏古琴，将心意托付于如水的琴音。每个人的才华都堪称一绝，但我全都昏昏欲睡，敷衍的鼓掌。直到第8位走上来，我支着快要合上的眼皮，犯困道：“你有什么才艺，展示一下吧。”这位少年道了声遵命，随后把外袍一掀，露出块垒分明的腹肌。我垂死病中惊坐起，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，拼命鼓掌：“好，好啊！”其他小郎君纷纷气恼，想不到富婆家财万贯，精神境界却并没有跟上，只喜欢一些低俗趣味。我对第8位小郎君道：“今日就由你陪我喝酒吧。”他走过来，贴着我坐下。这是位极其英俊的西域少年，高鼻深目，肌肤雪白，身材高大健硕，出众的叫人移不开眼睛。但我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因此表现得十分淡然。我淡然地摸摸喉结，再摸摸胸肌，最后是腹肌，然后淡然地称赞：“的确是极品。”我赏了西域少年一大把金珠子。西域少年说：“久闻姑娘美貌，能侍候姑娘喝酒，乃是小生的荣幸，不收钱的。”
我霸气道：话多，给你就拿着。西域少年喜不自胜，显然是对我这个霸道美丽女富婆更加仰慕了。他给我斟酒，听口音，姑娘不是本地人，敢问姑娘从何处来？我淡淡道：我吗？一个死人罢了。其实最开始我是不这么介绍自己的，会给自己编造一些来历。但很快我就发现，这么介绍自己是最酷的。那份忧郁和厌世会加剧我神秘的魅力。果然，西域少年听到后，睁大了琉璃色的眸子，姑娘一定是有许多故事的人。酒楼的一层大堂，有说书先生一拍惊堂木，讲的是当今圣上和皇后的故事，也就是楚齐安和宋书。在故事里，楚齐安和宋书青梅竹马，奈何楚齐安少年时位卑，护不住自己的心爱之人，眼睁睁地看着宋书嫁去了北方。后来，楚齐安九死一生，夺嫡成功，终于成功将宋书带回，封为皇后。这些年来，宫中只有皇后一人，楚齐安在喂纳别的妃嫔。西域少年问我：姑娘，怎么了？我回过神来，没事。这已经是这段故事最好的结局。然而，我还没感叹完，酒楼下方就出现了一匹快马。来人勒住马，踉踉跄跄地跑上来，一把将那个西域少年推出房间，然后抓着我的领子崩溃道：不好啦，地震啦！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银翘。他被放出宫后，我在无人的小巷里拦住他，想告诉他我没死。结果他大喊着鬼啊，撒腿狂奔了2里地。要不是我轻功还不错，差点就没跟上他。在意识到我是真的没死后，银翘哭喊着死鬼，紧紧地抱住我，差点把我勒死。此刻我莫名其妙，地震不是1个月前的事吗？你现在跑来干什么？1个月前，我睡梦中惊醒，感到了轻微的震感，但并没什么大事，很快继续入睡。银翘脸色发白，震源是在京郊。我猛地意识到什么，当即一惊。京郊是皇陵的所在地。你是说？银翘点点头，绝望地闭上眼睛。山体滑坡，皇陵塌了，其他人的墓都没事，只有你的棺材被掀了出来，棺材板都飞了，所有人都看到，棺材里只有一堆烂土豆。太过分了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当初陪葬的金银财宝太多，我一个人实在用不上那么多，于是写了信给江湖上摸金校尉一脉的兄弟们，邀请他们去盗墓。他们把陪葬品带走也就算了，怎么还随手往里丢土豆呢？就算不地震，楚齐安日后看到我的墓上长出了一堆土豆芽，这不是一样很奇怪吗？银翘脸色煞白，皇上大怒，说天涯海角，掘地3尺也要把你找到。咱们得知消息太晚了，1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可能已经快找到这里来了。我捂住银翘的嘴，乌鸦嘴，别说了，快逃！然而已经晚了。酒楼下方传来马蹄声，官府的人到了。酒楼里，舞姬、小官、说书先生吓得四散惊逃。无数马车中间，一匹黑色骏马跃出，上面是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他抬眼，我低头，隔着1层楼，我们遥遥对视。楚齐安，他居然亲自找到了这里。我终于又见到了楚齐安，他坐在我的对面，狭小的室内只有我们2个人。他没穿龙袍，一身玄色长服，又带着几十人的护卫，因此酒楼里的看客都以为他是哪个武将家的公子。楚齐安让侍卫都在外面等着，于是我也让银翘离开。银翘1万个不放心，走时1步3回头的看我，我用眼神示意他安心。等到室内只剩下我和楚齐安2个人，我才开始打量他。他瘦了非常多，脸颊和眼窝凹进去，再也没有当年的意气风发，似乎过得并不快乐。但毕竟又当了3年的皇帝，天子之威更盛，面无表情的时候，很容易让人害怕。楚齐安漆黑幽深的瞳仁盯着我，他冷冷道：又见面了，江宋。当年在王府时，他人前叫我江宋，私下里叫我阿宋。宋书回宫后，他便再未提过我的名字，只疏远冷淡地叫我贵妃。如今虽然是带着怒气呼唤我的名字，但竟然带着几分想亲近的意思。这酒楼的房间是我常年包下的，楚齐安此时算是客人，因此我想舒缓一下气氛。一路车马奔波，公子一定渴了。来人，倒茶。门开了，
那个英俊高大的西域少年走了进来，开始泡茶。楚奇安看了他一眼，脸立刻黑了。这酒楼没有别的侍女了吗？怎么是你来服侍倒茶这种事？西域少年连忙行礼，回禀公子，有的，只是姑娘平时都让我来服侍。他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，楚奇安的脸色更难看了。西域少年看出了楚奇安面色不善，觉得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着急忙慌地解释，其实也不是就我一人，还有其他7位兄弟，我们8人是轮流的。怎么说呢？我悄悄瞄了一眼楚奇安，感觉往他头上插根引线，他立刻能像雷火弹一样原地炸开。我叹口气，挥挥手，让西域少年退下。楚奇安冷冷地看向我，他说：“为什么骗我？”我倒水，公子先喝茶润润喉咙。朕在问你，为什么骗朕？忍不了了，我把茶壶往桌上一丢，茶水四溅。不然呢？我冷冷道。楚奇安，不骗你的话，我出得来吗？不出宫，我要被你在冷宫里关几年？冷宫里饭食是馊的，被褥是单层的，看见我手上的疤了吗？是当年生出的冻疮。我当然要骗你，当然要装死，不然的话，我早就死在冷宫里了。楚奇安的目光落在我的胳膊上，冻疮的疤痕触目惊心。他的目光中闪过心疼，闪过愧疚，闪过后悔。在张口时，语气已经弱了下来。阿宋，的确让你受委屈了，但是我不会让你死的。我没说话。室内良久的寂静。良久，楚奇安把一个东西轻轻放到桌上，推了过来。是那枚玉佩。他重新找工匠做了外壳，玉佩莹润，显然一直被他戴在身上。3年了，我一直贴身带着它。我很后悔，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认出这是我们的定情礼物。我总是做梦，梦到你从宰相府刺杀回来，浑身都是伤，躺在床上却还笑着安慰我，说一点都不疼。还有夺嫡的路上，你背后插着3支箭，护送我杀进宫里，抢到了父皇的遗诏，成功的那一刻，你对我说。楚奇安模仿着我当时的语气，真好啊，奇安，以后你就是皇帝了，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。温热的液体滴在玉佩上，楚奇安掩住脸，不让我看到他落泪的模样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小声道：皇上，玉的确很美，但碎了就是碎了，哪怕强行拼好，依然是碎的。楚奇安的身体抖了一下，他看着我，眼中浮现出无尽的苦涩。他终于说出了那句：阿宋，对不起。我摇摇头，没什么对不起的。楚奇安惶急地张口，想要解释：阿宋，我爱的人是你，当年的事我有莫大的苦衷，朝堂的事你不懂。我打断他：皇上，我懂。楚奇安愣住了。我笑了笑，我知道你想告诉我，宋家门生遍布朝堂，你刚即位，需要宋家的势力才能坐稳，所以即便你心里很清楚，毒不是我下的，而是宋叔自导自演，还是要哄着他，配合他，所以只能罚我进冷宫。你还想说，罚我进了冷宫，宋家才觉得我不会威胁宋叔的皇后之位，从而不对我下手，你其实是在保护我，对不对？楚奇安微张着嘴，一句话都说不出。他费尽心思地找我，估计就是想告诉我这些，却没料到，原来我早就知道。是的，我其实都懂，只是喜欢装作不懂。就像我其实很疼，但喜欢装作不疼。我并不是真的傻，而是师傅教过我，活得太清醒，没意思的。人生在世啊，还是傻乐最开心。皇上，我明白，你是爱我的，可这份爱不再是我想要的。楚奇安再也忍不住，他上前一步，抓紧我的手。95之尊用近乎卑微的神色看着我，阿宋，那你告诉朕，什么是你想要的？朕都给你，朕全都给你。我笑了，当真吗？自然是真的，这是天子之诺。好，我收起笑容，那么我要你不再当天子。楚奇安怔住了，我去找假死药给你，从此之后，你不是楚奇安，只是我江宋的夫婿，我们泛舟河上，快意江湖，从此做一对平凡夫妻。这样的话，前尘往事一笔勾销，我就重新爱你，怎么样？楚奇安的脸色一片惨白，我笑着抽回了手。看见了吗，皇上，你做不到的。你爱我，
但你的爱只给了我囚禁、冷淡、委屈与折磨。我不怪你，但相忘于江湖是你我之间最好的选择。楚奇安沉默了很久很久，许久，他低声问：阿宋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还喜欢我吗？我笑了笑，皇上，回去吧，皇后娘娘还在等你，天下喜欢你的女子很多很多，只是我的确不再是其中之一了。楚奇安走了，官府围住酒楼的人也离开了。银翘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一进门看到我安然无恙，跺脚哭泣道：天爷啊，可把我吓死了！欺君罔上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我以为咱俩都活不成了呢。我笑眯眯地倒酒：不会的。银翘拉住我的手：你对皇帝说什么了？竟然能就这么把他打发走了？而且我看皇上离开的时候眼眶通红，似乎心情很沉郁。我喝了口酒，平静道：沉郁是正常的，这种什么都想要的人注定会活得不快乐。在那之后，楚奇安没有再来找过我。我继续在边塞的酒楼里醉生梦死，还收养了几个小官儿，教他们练闭气功。银翘在城里置了产业，已经成了西域一带有名的老板娘。凡是茶叶、马匹、绸缎的生意，就没有她不涉猎的，消息也因此四通八达。她常常将京城的消息告诉我。楚奇安在羽翼彻底丰满之后，以专权、贪墨等数十项罪名彻查宋家。从先帝时起，便一家独大的宋家由此彻底倒台。宋叔被打入冷宫，据说楚奇安在他的饮食里放了毒，跟当初他冤枉我给他下的毒是同一种。我知道这些消息时很平静，宫里的前尘往事似乎都是上辈子的事了，像说书人的故事，不能再激起我心里一丝一毫的波澜。又过了几年，宫里的大太监千里迢迢地来了这座西域小城。他说楚奇安病重，撑着一口气想见我最后一面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后对公公道：我还是不去了。皇上这一辈子想要的都得到了，也就我这么一个遗憾。留着这个遗憾，也还算有个念想支撑着他，能把这次的病挺过去。我若是回去见了他，反而可能觉得人世间所有的心愿都了，心气便也散了。所以请转告皇上，好好治病，我与他来日方长。大太监拱手：娘娘睿智，老奴叹服。他离开了。银翘刚好来看我，听到了谈话的尾巴，私下里对着我咬牙切齿：你还救那个狗皇帝干嘛？不如直接去看他，把他气死，我们就也高枕无忧了。我摆摆手：一码归一码，楚奇安是个好皇帝，老百姓在他手里还是有好日子过的。再说了，皇帝死那可是国丧，全国缟素，咱们还哪来的酒喝？银翘气不过，那也不该跟他说什么来日方长。我笑了笑，所谓的来日方长，不过是他宫门一入深似海，我江湖子弟江湖老，余生很长，但再也不见。酒楼的老板恰好在此时敲门：姑娘，来了新的小官，展示才艺，快请进来。16个少年在我面前一字排开。你们都有些什么才艺？他们齐刷刷地掀起了外袍，露出了腹肌。我站起来，拼命鼓掌，高声喝彩道：好！全文完。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